在上个世纪末，以色列面对严重的经济挑战，决定采取一项大胆的政策，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来刺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一决策源于对国家经济结构的深刻洞察和长远规划。当时，以色列的传统产业已难以支撑国家的经济增长，政府意识到未来的增长动力必须来自于高科技和创新领域，因此，他们决定通过公共资金来投资初创企业和研发项目，以此来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这一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成功地吸引了国内外的投资者关注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这些初创企业得以快速成长，不少最终成为全球市场上的重要玩家。这不仅为以色列经济带来了显著的增长，也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此外，这一政策还催生了一系列技术创新，以色列的初创企业因此能够在全球科技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计算机科学、医疗科技、农业科技等领域。这些成就不仅改变了以色列的经济面貌，也为世界各地的技术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然而，政府引导基金的使用并非没有挑战。首先，这种模式需要政府对市场有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预判。错误的投资决策不仅会浪费公共资源，还可能导致市场扭曲。此外，政府需要在促进创新和保护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确保这些基金的使用符合全民的长期利益。总的来说，以色列的政府引导基金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它展示了如何通过政府的智慧和资源，引领一个国家走向技术创新和经济繁荣。未来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从以色列的经验中汲取灵感，探索如何在自己的国家实施类似的策略。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的经济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当时，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内部的经济结构问题，使得以色列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认识到，要想从这一困境中走出来，就必须采取创新的措施来激发经济活力。以色列政府选择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种新的经济模式，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来促进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政府的策略是利用公共资金作为种子资金，投资于有潜力的高科技初创企业和研发项目。这种模式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政府的初期投资来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从而实现产业的快速成长。以色列政府首先设立了一系列专门的基金，专门投资于高科技领域。这些基金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预算，但运作方式类似于私人风险投资。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日常运营，而是通过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来进行投资决策。这一策略的实施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全。政府在选择投资项目时，不仅考虑项目的技术创新性，还重视其商业潜力和长期发展前景。此外，政府还设立了严格的评估和监督机制，确保投资效果的最大化。这一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功。随着政府引导基金的持续投入，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迅速成长，成为全球知名的高科技中心。许多初创企业得到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能够专注于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这些企业中的不少后来成为了在国际市场上颇具影响力的公司。与此同时，这种政策还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全球的投资者开始关注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大量的外国投资流入这些初创企业。这不仅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还带来了国际市场的联系和经验。政府引导基金的成功也对以色列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的农业和制造业逐渐让位给以技术和创新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变不仅提高了以色列的国际竞争力，还促进了国内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政府展现了其高度的前瞻性和策略性。政府不仅在正确的时间采取了适当的措施，还通过有效的政策设计和执行，确保了这些措施的成功实施。正是这种结合了政府和市场力量的创新模式，
使得以色列能够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并成为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典范。实施政府引导基金政策后，以色列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经济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上，还显著改变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国际地位。首先，高科技产业的崛起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随着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获得成功，他们开始吸纳大量的劳动力，为以色列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不仅限于高科技领域，还涵盖了广泛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例如，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带动了本地供应链和支持服务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就业市场。此外，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还促进了以色列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提升。以色列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开始出口到全球市场，特别是在计算机软件、医疗设备、通信技术等领域。以色列的产品和技术赢得了国际认可，这不仅为以色列带来了可观的外汇收入，还增强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同时，政府引导基金政策还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国际投资者对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充满兴趣，纷纷投资于以色列的初创企业和研发项目。这些外国资本的涌入不仅为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提供了资金支持，还带来了国际市场的经验和技术合作机会。政府引导基金政策的成功也激励了以色列继续投资于教育和研发。政府大力支持科技教育和研究，以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和创新项目。这些投资进一步加强了以色列在高科技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在经济结构上，以色列逐渐从传统产业转向了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这种转变不仅使以色列的经济更加多元化，还提高了其对外部冲击的抵抗力。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以色列的经济相对于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稳健。然而，这一转变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加剧了社会的收入不平等。技术领域的高薪工作与其他行业的工作之间的薪资差距逐渐扩大。此外，高科技产业的集中也导致了对特定技术和市场的依赖，这可能会在技术或市场出现变化时对经济造成影响。总体来说，以色列政府通过引导基金的政策，成功地将国家经济从传统产业向高科技产业转型。这一转型不仅提升了以色列的国际地位，也为其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面临一些挑战，但以色列的经验仍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展示了政府在引导经济转型中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以色列政府引导基金政策的成功，不仅为以色列本身带来了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世界各国纷纷关注并学习这一模式，探索如何在自己的国家中实施类似的策略。首先，以色列的成功吸引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注意。这些国家往往面临经济结构单一、缺乏创新动力的问题。以色列的例子向他们展示了政府如何通过引导基金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的转型。这对于那些正在寻求经济多元化和升级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宝贵的参考。此外，发达国家也从以色列的经验中汲取灵感。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相对成熟，但他们仍然面临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挑战。以色列的政策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例证，说明即使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政府的积极作用仍然不可或缺。许多发达国家开始调整自己的政策，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和创新项目的支持。除了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以色列的成功还启发了全球对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视。以色列的初创企业和创新项目展现了如何通过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并创造商业价值。这种模式激励了全世界的创业者和投资者，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和创业活动。然而，以色列模式的复制并非没有挑战。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简单的模仿以色列的做法未必能够成功。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和优化这一模式。
这要求政府不仅要有前瞻性的视野，还需要具备对本国实际情况深刻的理解和精准的政策制定能力。总之，以色列政府引导基金的成功故事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不仅改变了以色列的经济面貌，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各国政府在推动经济转型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可以借鉴以色列的做法，结合自身的特点和条件，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期待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更加多元化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